經引導，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二部分，船上的廚師。第7章，前往布里斯托爾。我們準備起航所花的時間比鄉绅先生預想的要長得多，而且我們最初的計劃，包括利弗西醫生想讓我待在他身邊的想法，都沒能如願實現。醫生不得不前往倫敦，為他的診所尋找一位接替的醫生。鄉紳先生在布里斯托爾忙得不可開交，而我則繼續住在莊園裡，有老雷德魯斯，也就是獵場看守人照看着，幾乎像個囚犯一樣，但心裡卻充滿了對海上冒險和奇異島嶼的憧憬。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那張地圖，對上面的每一個細節都了如指掌。坐在看守人房間的壁爐旁，我曾在夢中從各個可以想象的方向靠近那座島嶼，我一寸一寸地探索了它的全部地表。我曾無數次登上那座名為望遠鏡山的山頂，從那裡欣賞着變幻無窮的奇妙景色。有時，島上擠滿了野人，我們與他們展開激戰；有時，島上遍布追趕我們的兇猛野獸。但在我所有的幻想中，都沒有出現過比我們後來真實經歷的冒險更加離奇和悲慘的事情。就這樣過了幾個星期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封信寄到了利弗西醫生手中。信封上寫着：若醫生不在，由湯姆·雷德魯斯或年輕的霍金斯拆阅。遵照指示，我們找到了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是我找到了。因為那位獵場看守人除了印刷體文字外，幾乎不認得什麼字。以下這些重要的消息：老毛客棧，3月1日，17年。親愛的利弗西：因為我不知道您是仍在我家還是在倫敦，所以我把這封信同時寄往兩地。船已經買好並裝備妥當，它正停泊在港口，等待起航。您無法想象比這更漂亮的雙桅縱帆船了，一個孩子都能駕馭它，排水量200噸，船名叫伊斯帕尼奧拉號。我是通過我的老朋友布蘭德利先生幫忙弄到它的，他自始至終都表現得非常出色。這位可敬的朋友簡直成了我的奴隸，盡心盡力地為我辦事。我也可以說，布里斯托爾的每一個人，只要一聽說我們要去的港口，我是說去尋找寶藏，都表現得同樣熱心。雷德魯斯，我打斷了讀信，說道：利弗西醫生不會喜歡這個的。看來，鄉紳先生說的太多了。哼，誰比他更有資格說呢？獵場看守人咕噥道：要是鄉紳先生因為利弗西醫生禁止就不能說話，我覺得這太奇怪了。聽了這話，我打消了發表評論的念頭，繼續讀信。布蘭德利先生親自找到了伊斯帕尼奧拉號，並且以極其高超的技巧，用極低的價格把它弄到了手。布里斯托爾，有些人對布蘭德利先生懷有極大的偏見，他們甚至說，這位誠實的先生為了錢什麼都肯做。伊斯帕尼奧拉號原本就是他的，他以高得離譜的價格賣給了我。這些全都是誹謗，這一點非常清楚。然而，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敢否認這艘船的優點。到目前為止，一切順利。工人們、裝配工和其他人像往常一樣，幹活慢得令人絕望。但時間解決了這個問題，船員才是我擔心的事。我希望能招募整整20個人，以防我們與當地人、海盜或者可惡的法國人發生衝突。但僅僅找到6個人就已經讓我費盡9牛2虎之力了。直到一次非常幸運的機會，我恰好遇到了我需要的人。當時我正在碼頭上，完全是偶然地和他攀談起來。我了解到他以前是個水手，
現在經營一家小酒館，認識布里斯托爾所有的海員。由於在陸地上身體不適，他希望能得到廚師的職位，以便再次出海。據他說，那天早上他到港口來，只是為了呼吸一下海上的空氣。我深受感動，您也一定會和我一樣。所以，出於純粹的同情，我當場就僱傭了他，讓他做我們船上的廚師。他叫長約翰·希爾弗，只有一條腿。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推薦理由，因為他是在不朽的霍克將軍手下為國效力時失去那條腿的。他沒有領到撫恤金。利弗西，想想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多麼糟糕。好吧，先生，我原以為只找到了一個廚師，但實際上我發現了一整船的船員。在我和希爾弗的努力下，幾天之內，我們就召集了一批經驗最豐富的老水手。他們看起來不怎麼樣，但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，他們都是些意志積極堅強的人。我向您保證，我們足可以和一艘3桅戰艦較量一番。長約翰甚至幫我辭掉了我已經僱傭的6、7個人中的2個。他一下子就讓我明白了，那些人都是些在重要冒險中需要提防的淡水水手。我的健康和精神都非常好，吃得像牛一樣多，睡得像木頭一樣沉。儘管如此，在聽到我的老水手們轉動絞盤之前，我是不會滿足的。出海去尋寶，大海的榮耀讓我神魂顛倒。所以，利弗西，請乘第一班馬車來吧。如果您還想做我的朋友，就不要耽誤一刻。讓年輕的霍金斯立刻去看望他的母親，讓雷德魯斯做他的監護人。然後你們倆都趕快到布里斯托爾來。約翰·特里勞尼。附言，我忘了告訴您，布蘭德利先生，順便說一句，如果我們8月底前回不來，他會派船來救我們。為我們的帆船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船長，一個非常嚴厲的人，這讓我有點遺憾，但在其他方面卻是個寶貝。長約翰·希爾弗找到了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當大副，一個叫阿羅的人。我有一個吹哨子吹得極好的水手長，所以，朋友利弗西，在優秀的伊斯帕尼奧拉號上，一切都會像在軍艦上一樣井井有條。我忘了告訴您，希爾弗是個有錢人。我確切地知道他在銀行有存款，而且從來沒有透支過。他讓他的妻子照管小酒館，因為她是個有色人種的女人。像我們這樣的2個老單身漢，或許可以原諒我們猜測，是妻子以及改善健康的願望，促使他再次出海。又附言，霍金斯可以在他母親家住1晚。約翰·特里勞尼。你可以想象這封信讓我多麼興奮，我高興得快瘋了。如果說我曾經鄙視過什麼人，那就是老湯姆·雷德魯斯。他只會唉聲嘆氣，他的任何一個手下都樂意用自己的位置換老雷德魯斯的位置。但這並不是鄉紳先生喜歡的事情，而鄉紳先生喜歡的事情，對他們所有人來說，幾乎就是法律。除了老雷德魯斯，沒有人敢抱怨。第2天早上，我們步行前往本堡海軍上將客棧，在那裡我發現母親身體健康，精神也很好。那個曾經給我們帶來那麼多麻煩的船長，已經去了那個惡人不再作祟的地方。鄉紳先生已經讓人把所有東西都重新粉刷了一遍，包括小酒館的內部和入口處的招牌，還添置了一些家具，尤其是在櫃檯旁為我母親準備了一把漂亮的扶手椅。他還為她找來一個男孩當學徒，以免我不在的時候他缺少幫手。正是看到那個男孩的時候，我第一次明白了我的處境。直到那時，我只想着等待我的冒險，沒有想過我要離開的家。而那一刻，看到那個笨手笨腳的陌生人將要代替我站在母親身邊，
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淚。恐怕我讓那個男孩的日子很不好過，因為他是新手。我有100個機會可以提醒他、訓斥他，我必須承認，我沒有放過這些機會。那一夜過去了。第二天午飯後，雷德魯斯和我又走在了路上。我告別了母親，告別了我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海灣，也告別了親愛的勞本堡海軍上將客棧。它被重新粉刷後，似乎不再那麼親切了。我最後的念頭是關於那位船長，他常常歪戴着帽子，臉頰上帶着馬刀的傷疤，拿着他那只舊的黃銅望遠鏡，在海灘上踱步。片刻之後，我們轉過一個彎，我的家便從視野中消失了。黃昏時分，公共馬車在皇家喬治客棧接上了我們。我發現自己擠在雷德魯斯和一位年邁健壯的先生之間，儘管夜晚的空氣清新寒冷，但我一定從一開始就打起了瞌睡，然後便像木頭一樣睡着了，任憑馬車翻山越嶺，穿過山谷，經過一個又一個驛站。當我終於醒來時，是被胳膊肘捅了一下。睜開眼睛，發現我們停在了一座城市街道上的一棟大建築物前，而且天已經大亮了。我們在哪兒？我問道。在布里斯托爾，湯姆說，下車吧。特里勞尼先生住在碼頭附近的一家客棧裡，因為他想監督帆船上的工作，我們不得不步行前往那裡。讓我高興的是，這條路正好穿過碼頭，經過了許多大小、帆裝和國籍各不相同的船隻。在一艘船上，水手們一邊唱歌一邊幹活。在另一艘船上，有人爬上了帆索，高高的在我頭頂上，懸掛在像蜘蛛網一樣細的繩索上。雖然我一生都住在海邊，但我感覺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真正靠近了它。焦油和鹽的氣味對我來說是新鮮的。我看到了船頭的雕像，它們真是奇蹟，全都航行過遙遠的海洋。我還看到了許多戴着耳環、留着捲曲鬢角和塗着焦油發辮的老水手。我觀察着他們特有的搖擺笨拙的走路姿勢，即使我看到同樣多的國王或大主教，也不會比這更興奮了。我也要上船了，要乘坐一艘雙桅帆船出海。船上有一個吹哨子的水手長和一群唱歌、梳着辮子的水手。要出海了，駛向一個未知的島嶼，去尋找埋藏的寶藏。我還沉浸在這些美妙的遐想中，突然我們來到一家寬敞的客棧前，遇到了特里勞尼鄉紳。他從頭到腳都像個船上的軍官一樣，穿着厚實的藍色呢絨服裝，面帶微笑地從樓裡走出來，還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水手特有的走路姿勢。你們來了，他說，醫生昨晚從倫敦到了。太好了，船員已經齊了。哦，先生，我叫道，我們什麼時候起航？起航？他說，我們明天就起航。